二战中，不管是盟军还是德军，都往对方城市上空投下了数氢的炸弹。于是，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投弹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瞄准？又该如何瞄准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先来回答第一点，要不要瞄准？肯定是要的呀，或者咱们可以这样说，肯定是想要瞄准的呀。谁家的炸弹都是花钱买的，当然希望把它投在性价比最高的目标上啦，比方说工厂、铁路和桥梁等等。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怎么瞄准？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困扰着空军最大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由于缺少有效的瞄准镜，采用水平轰炸的高空轰炸机只能依靠投弹的密度来抵消精度，冒着极大的风险却收效甚微，这可急坏了各家的空军，于是纷纷提着钱袋子满世界的寻找能够设计出靠谱的轰炸机瞄准器的高人。很多的高人也都站出来尝试了，但就是解决不了。直到卡尔诺顿的出现，这个精于制作精细机械的瑞士人，恰恰也是个极其有爱的人。他想啊，这瞄不准目标的炸弹，随便的就这么往下扔，得要伤及多少的无辜性命啊！哪怕是没有伤到性命，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啊！所以我来。于是啊，一个重约20公斤、设计极其精良的诺顿 Mk15型投弹瞄准器横空出世了。它有多厉害呢？两个证明啊，一个是诺顿自己说的，用了这台瞄准器可以准确的把炸弹从5000米的空中丢到泡菜桶里面去，这个好像有点水分啊。但另外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啊，美军为了研发诺顿的这台瞄准器呢，居然愿意掏出15亿美元。要知道啊，整个曼哈顿计划的投入也不过才30亿美元，一颗原子弹顶2台瞄准器，你就能感受到这是怎样的一台瞄准器了吧？那我们必须要好好讲讲它。一套完整的诺顿瞄准器有2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稳定器和瞄准器。稳定器一方面利用陀螺仪来让自己始终保持水平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与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联合工作，修正左右转向所带来的偏角，从而让安装在它上面的瞄准器呢始终都能对准同一个方向。当投弹手需要瞄准目标的时候啊，它会旋转位于瞄准器下方的反光镜，使十字中心正好与目标重合。由于飞机在前进，所以目标肯定是会跑掉的。为了把它始终锁定在中心呢，下面这个反光镜实际上是需要不停旋转的。当然，它会自动旋转，投弹手所要做的就是把它调整到一个准确的旋转速度上。接下来就要做一些物理运算了啊。假设需要轰炸的目标位于 A， 轰炸机的飞行高度是 h， 理想情况下丢下一颗炸弹，它会用根号 2h 除以 g 的时间落到地面。但空气是有阻力的，而每一种炸弹由于外形的不同所受到的阻力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这么算。还好空军之前已经做过实际的实验了，所以也就有了各种炸弹在不同高度落下来所需要花的时间的数据。用这个时间乘以轰炸机的地面速度，就可以得到从投弹时到炸弹接触地面爆炸时，轰炸机飞过距离的地面投影了。这个叫做整体范围。这个整体范围跟炸弹飞过的实际范围有什么关系呢？按理说啊，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是相等的，但还是由于空气阻力，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是要小于整体范围的。也就是说，当炸弹爆炸的时候呢，轰炸机其实已经离线飞出去一段距离了。这个距离跟轰炸机的空速有关，也是个常数，叫做足迹范围。投弹手只需要在表格里面找到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所以整体范围减去足迹范围之后，才是炸弹飞行的实际范围。现在只需要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投弹时瞄准镜下方那面反光镜的正确夹角是多少了。诺顿瞄准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飞机朝目标直线飞过去，然后当反光镜夹角正好等于计算结果时，触发投弹机构自动完成投弹。不管你有没有听懂啊，但至少呢听起来也好像值15亿的样子，对不对？那它的实战效果能与之匹配吗？完全不能。首先，它故障频繁，而且由于它里面装的满满的都是精密部件，一旦出现故障，想要快速修复绝无可能。其次诺顿承诺的泡菜桶精度是在理论条件下计算出来的。他假设飞机是在低空低速投弹，但战场上怎么个低空低速呢？比如装着诺顿瞄准器的 B-17全都执行的是高空轰炸，所以准确率相当的感人。另外，投弹手在这样的高度下还必须要目视目标，你把云放哪儿去了？盟军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们训练和使用诺顿瞄准器时都是在美国中部干燥无风的沙漠里面进行的，而欧洲的上空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这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1944年，盟军轰炸位于洛伊纳的化工厂，工厂占地757公顷，目标够大吧？在22轮轰炸任务中，飞机都配备了诺顿瞄准器，并且投下了85000枚炸弹，你猜命中的有多少？
10%，而且这10%的炸弹里面又有16%是哑弹。于是，在遭受多次猛烈攻击之后，这所工厂在几个星期内又开工了，非常的讽刺。但其实更讽刺的是诺顿设计出瞄准器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精确打击，以减少无辜伤亡。但1945年8月6日，一名叫做伊洛纳·盖的 B-29轰炸机投弹手正式使用了诺顿瞄准器瞄准广岛，投下人类第一枚原子弹的这件事，并没有人告诉卡尔·诺顿。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如果固定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遇故障，它还有可能在老司机的熟练操作下通过滑翔，并利用谨慎一点的舵效安全的迫降。那么，要是换成一架直升机，结果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像是一块石头那样直接就掉了下来？坠机啦！坠机啦！有没有救？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会。接下来我要讲到的内容会比较硬核，所以可以先点赞、关注、转发之后呢，调整好状态，我们再开始。让直升机在失去动力后依然能够平稳降落的关键是保持旋翼继续不停的稳定旋转，因为只要它在旋转，不论大小，总能产生一定的升力，就像是固定翼飞机滑翔时机翼产生的升力虽然不大，但仍然能够让它安全降落一样，直升机的旋翼在这个时候呢也起着相同的作用。但问题是，发动机都已经宕机了，哪来的动力让它继续保持旋转呢？有办法，那就是拿直升机的重力势能来换旋翼的动能。怎么做呢？两样东西很关键：离合器和可调桨具。当直升机的发动机运行正常时呢，它提供的动力会驱动旋翼旋转来推动空气，产生直升机所需要的升力以及推力。你可以把这个时候的它呢，简单的想象成一台电风扇，正在向空中吹气。而当直升机的发动机突然失灵的时候，这台风扇失去了动力，于是停止了向空中吹气，直升机的高度呢也因此开始下降。风扇吹气变为气吹风扇了，它还能继续旋转吗？会的，前提是断开桨叶同发动机之间的连接，让它能够像风车那样自由地转动。这就是通过离合器来实现的。实际上，当直升机的旋翼比发动机转得更快时，离合器就会自动断开两者之间的连接。因为通常这样的情况发生，都意味着发动机出现故障了。为了保证旋翼在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进入自由旋转的状态，一种单向飞轮离合器被用在了直升机上。它的原理其实相当简单，在你蹬自行车的时候就已经感受过它的美妙了。你看，你往前蹬时，脚带着轮子一起往前转；你不想蹬时，对自行车来说不就是发动机宕机了吗？那就离脚停了，但轮子还能继续往前转。这个简直跟直升机上的离合器是一模一样在工作的。好了，但接下来又有一个新问题：当初它朝一个方向旋转时可以把风吹出去，而现在改成风吹回来了，不得把它吹来向着与原先相反的方向旋转吗？这样一来，旋翼自然会被迫停下来，前面说好的保持旋翼稳定的旋转的关键不就被破坏了吗？怎么办呢？幸好直升机的旋翼角度是可以调的，专业点叫做可以调整的桨距，就像这样上下翻来翻去的。通过将原本向下的正桨距转来向上变为负桨距，就可以使直升机的旋翼在从有动力的风扇模式转变为无动力的风车模式时，始终保持一致的转向。大 bug 停车就被避免了。所以，只要飞行员在失去动力的一瞬间，马上把旋翼朝副桨方向拉，并让直升机开始立即下降，旋翼就会跟啥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继续呼啦啦的朝着相同的方向旋转。然后，这就算是自救成功了吗？还不够啊！你想，当初旋翼之所以能够稳定的旋转，是因为它有发动机为它提供稳定的输出，而这个时候，这个唯一的常量已经不存在了。旋翼的转速受到了太多因素的影响，空气密度、直升机的空速、直升机的下降速度、风速等等。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你既要让它自由，又要让它稳定，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因为稳定就意味着可控，那如何让它可控呢？秘诀还是控制旋翼的桨距。我们都知道，旋翼翼间的线速度呢是远快于翼根的线速度的，因为在同一段时间里面，它们虽然转过了相同的角度，但由于半径不同，所以转过的圆弧长度是不一样的。那个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坦克的油箱里面除了能够装油以外，还能装什么呢？还能装金条啊！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这样军迷的励志故事了。
55岁的英国人尼克米德呢，是一个资深的军迷，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坦克了。不是这种模型坦克，是正儿八经能够真正在战场上驰骋的坦克了，或者说是曾经驰骋过的退役以后的坦克了。其实能够买到并收藏退役的坦克呢，已经够奇葩的了吧？但更奇葩的是，他的这些坦克大部分都是网购的。想象一下快递小哥给你送货时的样子啊，请问是给你放到快递柜呢，还是送上楼呢？不好意思啊，没有这么大的快递柜啊。数辆坦克这牛够吹一辈子了吧？迄今为止啊，尼克已经收藏了超过150辆坦克了，其数量之多呢，甚至已经超过一些国家的了。他当然也没有让他这些坦克买回来就闲着啊，而是放在了自己的公司，叫做 Tax-A-Lot。很多坦克的名下，你看这个名字起得有多妙啊！用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比方说你压力太大了吧，想体验一下开坦克碾汽车是什么感觉吗？那就来吧。比方说驾照考到顶了吧，想再升级一下，加个坦克驾照吗？那就来吧。还比方说拍电影缺道具是不是啊？那就来吧。所以如果你战争片看得够多的话，指不定就已经看到过属于尼克的坦克了。一句话总结就是这是一个奇葩的人，有一个奇葩的爱好，开着一个奇葩的公司，同时呢也能吸引到奇葩上门。这不更奇葩的事情马上就要来了。2017年的一天当尼克打开电脑准备逛逛某宝，不好意思是某贝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了一辆正在出售中的俄罗斯 T54坦克。他一下子就来劲了因为在他的脑子当中呢，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想法，要让自己的客户体验到最纯正的俄罗斯坦克。对的这辆坦克总的生产量已经超过了10万辆，从1947年开始，直到1979年才停产，而且即便到了现在也还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呢继续服役几乎参与了每一场你能够叫得上名字的战争。想象一下，亲手开着它碾过一辆汽车，一定相当的解压吧？给了尼克这个机会的是一名叫做乔修斯的23岁小伙。鬼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辆坦克的，但至少我们能知道他也是一个极其疯狂的战车迷，因为在他把 T54卖给尼克的同时呢，还搭上了自己的另外2辆装甲车，捆绑在一起，一共卖出了$42,000左右。他当时就一定觉得尼克这家伙真是个砍价的老手但要是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的话，一定悔的肠子都会青的。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尼克那边收到坦克的尼克马上就开始了修复工作，他和助手们一边检查受损的零件的状况，一边更换腐蚀漏水的水箱，然后再搜索坦克里里外外的每一个边边角角，想尽一切办法要让这台老家伙呢彻底恢复状态。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台坦克的历史，结果发现就很有意思了原来他曾经在萨达姆麾下的伊拉克军队服役，打满过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也入侵过科威特，洗劫了这里不少的财宝，才最后被英军俘获来到这个乡下的农场的。他们当时可能也仅仅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故事而已没有放在心上嘛。但是随着检查和修复工作的进行呢，他们就遇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了。有一些油箱呢无法工作，而且似乎是有人故意想让他们不工作一样，显然里面是应该放着一些不想被燃油污染掉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取出了第一个油箱，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有可能会被炸飞的准备之后呢，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它撬了开来。果然里面是一箱的弹药。好吧，松了口气之后呢，他们决定继续探索。第2个油箱可就要重得多了，会是什么呢？有了前面的经验尼克的小团队都相信这里面应该藏着的是枪支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可能会陷入到一场非法走私枪支的麻烦当中。为了自证清白他们想到了用摄像机来全程拍下打开的过程，留下证据，至少可能证明这些枪支并不是他们的嘛，而是他们新买的坦克附赠的而已。惊喜来的往往就是这么突然在把手伸进去摸了半天之后，尼克的助手抓到了一块沉甸甸的东西，拿出来一看，居然是一块还在发光的黄金。天哪，这还了得绝对的一场意外惊喜而且更惊喜的还在后面在把油箱翻了个底朝天之后呢，他们一共找出来5块黄金，每块重达5公斤，加起来的价值超过了$200万，比他们支付的成本多了50倍。这跟中了头奖有啥区别吗？好，现在呢暂停一下如果换作是你的话，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 A. 留下来分掉之后再想办法把它们换成现金。 B. 无私上交。请选择并留下你的理由吧。至于尼克是怎么做的，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明天来看吧。先关注我。
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但有的时候知彼它不容易啊。对方的先进武器总是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下，怎么搞到他的资料呢？去偷去抢吗？美国人说不一定啊，咱还有一招。买。是的，1990年代，美国人就从自己的头号对手俄罗斯手上买到了一枚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回来，仔细的去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以确保它对自己不再构成威胁。这个有点无语了吧？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葩的故事。首先你要知道啊，反舰导弹有一招非常特殊，它叫做掠海飞行。简单说就是尽可能的贴近海面去飞。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曲率和海面上雷达杂波的影响，掠海飞行的导弹呢会更晚才会出现在探测雷达的屏幕上。二是一旦被探测到，它也是以较小的暴露面积出现在防御火力的面前的，也就更不容易被拦截下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它也有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贴得太近，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自己提前给栽进水里面；二是高速气流有可能会引起水花飞溅，模糊了倒影头的视线，也就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嘛。怎么办呢？反舰导弹自有办法啊！携带着无线电高度计的它，居然能够自行的评估海况，然后决定要飞多高。它是这么做的啊：测量海浪的波长和波峰的高度，与储存在机体内的海况数据一对比呢，就能够知道海面的情况了。要是海况为0到2之间，也就是平静的海面的话，那就飞得近一点，通常也就是海面以上5米左右。要是海况为3到5，也就是波涛开始涌现的海面，那就飞得稍微高点，上升到20米左右。真的是相当智能啊！所以你的对手要是有一枚这样的导弹，你说你怕不怕嘛？而且就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贴近海面能够自行评估海况的掠海飞行，还是在超音速的情况下完成的，就不是怕，而是恐惧了。不巧，俄罗斯的 KH-31A 呢，就是这样的一枚导弹了。其实它最初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开发的。1970年代末期，苏联 ZS 公司呢揽下了一个活，它要开发一款高速的反辐射导弹，目标是追踪并摧毁当时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与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比如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美国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到了1982年，第一枚 KH-31呢已经准备好了，它成功试射，在满足要求后，最终在1988年正式服役，并在随后的1991年首次公开亮相了。此时呢，它已经有了衍生的版本了。KH-31P 采用高空飞行，专门用来打雷达 ；KH-31A 采用掠海模式，专门用来打舰艇。两者都是先使用火箭助推器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1.8马赫之后，再开启冲压发动机，以全程超音速的模式抵达目标。高空飞行的 KH-31P 最高可以飞到3.5马赫的速度，而即便是贴着海面飞行的 KH-31A 仍然可以达到2.5马赫的速度。优良的性能让它至今仍在使用。好，再说美国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就已经在琢磨着怎么防这个玩意儿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要防就得要知彼才行。既然对方是一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我至少也要开发出一个类似的超音速反舰模拟导弹出来，才能够训练我的反导系统不会吃它的亏才行嘛。于是，一个叫做 SLAT 超音速低空目标的研发项目就在美国海军的要求下展开了。这个高速低空飞行的目标将成为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的关键工具。可是美国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一开始他们准备拿一些退役的 RM-8 防空机式舰空导弹来改装作为模拟目标，但是他们的性能实在是有些太拉垮了。作为模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呢，都是不够格的。接着，他们专门开发了一款叫做 YAQM-127A 的模拟目标，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假想敌的样子，它也是采用火箭加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作为推进系统，但是却问题重重啊！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的1月，测试了6次，只成功了1次。在继续又硬撑着测试了2次，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呢，国会终于忍不住了，叫停了这个项目。于是这个时候海军就尴尬了，他拿什么来当假想敌呢？此时正好是1991年，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解体，俄罗斯严重缺钱。既然缺钱嘛，那就什么都能卖嘛，即使是国防产品也是可以商量的。
美国人的眼睛都亮了，此时不扫货，何时才扫货啊？像波音、麦道这样的航空公司呢，纷纷都冲到了俄罗斯，以最好的条件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其中当然就有给美国军方夹带的私货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家研发了 KH-31的 ZS 公司，此时呢也是穷到不行啊，于是麦道看准机会就下手了，游说他说：“哎呀，你看你手上握着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高价卖给我们呢？”哎，不，别担心啊，我们不会拿它当武器的。你就把壳子和发动机卖给我们就行了，让我们一起为了人类的和平利用科技，好不好啊 ？ZS 一想，哎，也对啊，我只要把导弹上的弹头和制导系统给拿掉，你拿回去好像也的确干不了什么坏事啊。再说，有钱了才能留得住青山，才能不怕没柴烧，才能过下日子，才能熬出头来嘛。卖，于是美国人居然就这样拿到了本来是瞄准了他的武器，并且转过身来利用它训练出了自己的一套护身符。你说讽刺不讽刺嘛？原本这些经过改装改名为 MA-31的模拟飞行器，卖到后来被波音收去，准备至少34台出来。不过由于后来逐渐反应过来的俄罗斯限制了出口，最终只有18台诞生，但18台也就够了啊。美国人的模仿之路呢得以顺利延续，并且看起来它是不会停下的，因为如今不是又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始对着它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迷彩我们通常可以在一些战车，比如坦克、装甲车上面看到，可以帮助他们在复杂的背景环境下隐藏自己。但海面上的战舰，一来体积庞大，二来背景单调，想要用迷彩来伪装自己，应该是不太靠谱的啊。但在一战当中呢，很多的英美战舰甚至是商船上面都涂满了迷彩，而且还是颜色相当鲜艳、对比相当明显的迷彩。为什么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一战伊始啊，曾经是海上霸主的英国就在德国 U 型潜艇的威胁下岌岌可危，他们赖以生存的商船队频繁被敌人发射的鱼雷所击沉。尽管想出了很多对抗的办法，比如用军舰来为商船护航，给很多的船上加装声呐和深水炸弹，甚至是派出了飞机从空中定位 U 型潜艇等等，但收效甚微。直到一名艺术家前来救场，诺曼·威金森，怎么还是诺曼啊？最擅长航海绘画和插画了，恰好就在1915年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他一去呢，就发现了问题，这伪装船只怎么能用蓝色和灰色呢？即使是颜色再接近蓝天和大海，对于庞大的船只而言都无济于事啊。与其不切实际的想要隐藏呢，不如换个方法来彻底的暴露，用鲜艳明亮的图案来装饰船队，让敌人的潜艇能够更容易的发现自己。这是什么神逻辑啊？很多人会以为诺曼你疯了吗？但其实呢，诺曼的主张相当的科学。这些被他称之为眩晕迷彩的图案，的确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眼看上去晃眼睛，两眼看上去就完全不知道看的是个啥了。它能够打破船只的视觉外观。想象一下，一个 U 型潜艇里面的德国鱼雷手通过潜望镜看到这玩意儿，能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他很难判断出这艘船的准确造型，于是就无法得知它的具体型号。其次他很难找出船头在哪儿，船尾在哪儿，桅杆又在哪儿呢？而这些信息测距需要，测速需要，测量航向也需要。说到这儿呢，我就很好奇了，即使是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它到底该怎么从这些观测信息里面计算出以上3个数据呢？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啊。测距用的是三角函数，在潜望镜里面呢有2个光路，一个叫做主轴光路，另外一个叫做旁轴光路，它们之间相互平行，间距已知。然后旁轴光路上面有一面反光镜，可以把旁轴成像反射到主轴成像上面来，所以在取景器上面就能同时看到2个交错的图像。当旋转反光镜把2个图像正好重叠起来时呢，反光镜旋转的角度就正好等于旁轴光路和主轴光路之间的夹角了。于是角度已知，底边长已知，想要求出另外一个直角边的边长很简单吧？距离就有了。速度呢？有了距离，只需要根据一定时间内潜望镜跟踪目标时转动的角度，也就能够估计出来了。最后一个关键数据方向该怎么得到？这个呢，就要根据判断出究竟看到的是什么型号的船只，再结合已经掌握的这艘船的情报来得出结论了。一般是通过已知的桅杆高度，在测量视野中的船的视宽度来计算出它的，这个叫做方向角。有了这3个数据鱼雷手就可以通过专门的瞄准具来对准目标发动进攻了。这个瞄准具又长什么样呢？长这个样子。来看看它是怎么工作的
假设潜艇的位置在 A， 攻击目标在 D， 并且呢，它正沿着 DE 方向前进。那么在瞄准句上面呢，将 BC 设为目标航速 ，AC 设为鱼雷航速 ，AB、BC 之间的夹角设为目标的方向角。只要将鱼雷沿着 AC 方向发射呢，就能够在1点准确的击中目标了。所以要说谁是判断提前量的高手，一战时的鱼雷手绝对是高手啊！当然，前提是不要碰到诺顿的眩晕迷彩。1917年5月，英国海军同意尝试使用诺顿提出来的障眼法，于是他就迅速召集了一批由设计师、模型师和画家组成的团队，一边开始设计各种各样新奇的图案，一边将这些图案制作成模型，并谨慎地对其检验后交付给海军。到了1918年的年中有超过2300艘船上已经被涂上了眩晕迷彩。那他真的有把德国人给迷到吗？这个呢，一直都很难去考证啊。有人坚称它一点用都没有，但又有另外一批人坚称它确实有用。但不管怎么样，有一批人绝对是被它给迷倒了。抽象艺术家们。好了，其实关于鱼雷呢，后续的故事还真的不少啊。你们感兴趣吗？感兴趣的话就留言告诉我啊，这样的话我就有了动力专门来做一期了。我是火箭叔，咱们下期见。万万没想到啊，在珠海航展上竟然把我们最新的枪械一个个都摸了个遍。摸着摸着，有个问题就涌上了心头，那就是瞄准器它都是在枪管的上方，而且有的还挺高的。即使我3点一线把目标给瞄准了，但其实枪口对着的并不是这条线啊，它到底是怎么做到打过去就正好落在了准心上的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因为瞄准线也就是眼睛、照门、准心和目标之间的连线，同下面这根枪管的延长线，也就是射击线之间呢，并不是平行的关系。虽然它们看起来和感觉起来都似乎是平行的才对啊。但是呢，这两者却是有一定的夹角的。简单来说啊，枪管延长出去的射击线会比瞄准线略微上翘，这是为了消除子弹的抛物线运动对于射击精度所造成的影响。还是上图会看得更明白一些。图中的红线呢是瞄准线，由于只是一根假想线，所以不会受到物理世界的影响，一路出去都是笔直的。而黑色的线呢，就是子弹打出去的轨迹线了，它会是一条明显的抛物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2个信息，一个是它出膛的时候呢，就是往上走的，说明射击线同瞄准线之间是有夹角存在的。第二个是它同红色的瞄准线之间呢有2个交叉点，图中2个交叉点的位置呢分别是在30米和200米。这就说明如果这把枪瞄准的正好是30米或者是200米距离上面的目标的话，那么子弹飞过去落在的地方就正好和你瞄准的地方重合了，打的是相当准啊。但如果你瞄准目标是在30到200米之间的话，那么你打的就偏高了。比方说100米的位置上呢，偏高达到了8厘米。而如果你瞄准的目标是在200米开外的话，那么打的就偏低了。你看到了300米的地方呢，已经偏低30厘米了，肯定就脱靶了嘛。所以看到这儿呢，我的第一个疑惑已经解开了，那就是之所以抬高的瞄准器不会影响到射击精度，是因为子弹它是向上射出去的，是被抛到目标上去的。但是这又引出了第2个问题，我们不可能总是打30米或者200米上的目标，要是距离不满足，该怎么调整呢？这就是表尺要做的事情了。想象一下，想要让子弹的轨迹线在100米的距离上同瞄准线重合起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之前在100米上，它是比瞄准线高了8厘米，对吧？那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将枪管抬得低一些，减小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能够让子弹在飞到100米的时候正好落在瞄准线上了呢？就像这样一样。同理如果想要击中300米处的目标，那把原本已经矮了30厘米的枪口抬高，加大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是不是也就完美解决问题了呢？所以表尺要做的就是能够依据目标位置来自由的调整瞄准线与射击线之间的夹角。该怎么做呢？拿最直观的立框式表尺来举例在它立起来的框架里面呢，有一个能够上下移动的罩门。当把罩门放到最上面瞄出去呢，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所形成的夹角自然就是最大的状态了，所以它瞄准的就是最远的目标。
比方说这个表尺上标注的数字15呢，就表示着1500码的距离，大约是1400米不到。对于步枪来说呢，已经非常远了。而如果把罩门放到最低的地方瞄出去呢，瞄准线同射击线之间的夹角就会非常小了。此时瞄准的就是100码，91米处很近的目标了。基本上呢，瞄准就是这么回事了。看起来再高级的设备呢，底层逻辑也就是这样的，只是会更加方便与精确而已。比如你们仔细观察这个立框式的表尺，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明显的 bug 呢？就是距离越近啊，刻度之间的间隔也越窄；反过来，距离越远，刻度的间隔也越大。这是因为子弹在空气中飞行时，受空气阻力的影响，射击距离的增加量同枪口抬高角度的增加量不是个等比例的关系啊。随着子弹飞得越远，你想要让它飞得更远呢，枪口的抬高量还得要更大才行。但这无形中增加了调整表尺的难度，因为间隔并不是平均的嘛，尤其是那些距离近的刻度那么密，很容易就把罩门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在战场上慌乱之下是太容易发生了嘛。所以呢，怎么解决呢？用弧形表尺啊。表尺躺下来，上面均分刻度，再套一个可以前后滑动的垫块，而每个刻度所对应的不同高度呢，则由垫块下面的弧形底座给撑起来。你看它是这么工作的，所以就不容易再弄错了嘛。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12月1日，世界最大实验性核聚变反应堆 JT60SA 在日本正式点火运行。所以朋友们，那个卡住人类的魔咒——可控核聚变永远在等50年，终于就要被解除了吗？我仔细看了一下，没那么简单。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新闻标题里面的几个关键性文字。试验性。是的，这座由欧盟和日本联合建设的可控核聚变反应堆也还只是一个试验性的装置，它需要完成的是帮它的大哥哥那座还在法国建设的具全球之力也具全球瞩目的 ITER 国际热核聚变试验反应堆计划，提供更多先导的实验数据和技术验证支持。本质上，它俩就没啥区别，都是一种称之为托卡马克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又叫做甜甜圈。只是日本刚刚运行的甜甜圈是法国计划要等到2035年才会运行的甜甜圈的1/6而已。所以，到底什么是可控核聚变？什么又是托卡马克装置 ？JT60SA 到底要验证一些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还要再等上50年才能用上它发的电？等等等等，疑问是不是真就从脑袋里面冒了出来？好，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给你把它们都解释得清清楚楚。第一步，先说什么是可控核聚变。一句话解释就是模仿太阳内部的能量产生方式，通过把两个氢元素，通常是氢的两个同位素氘和氚，融合成一个更重的元素，释放出大量的能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氢元素的原子核被强烈的迫使靠近，以至于它们克服了它们之间的排斥力，进而发生聚变。要实现可控核聚变，首先要把氘和氚的原子核加热到极高的温度，使它们变成一种叫做等离子体的状态。等离子体是一种由带电的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气体，它的温度可以达到上亿摄氏度，比太阳的核心还要热。在这样的温度之下，氘和氚的原子核会以极快的速度去运动，有的时候呢就会发生相互碰撞啊。如果碰撞的力量足够大，它们就会结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氦。而在此过程当中，会有一部分的质量消失，转化为能量。这个能量就是核聚变的产物了，可以用来发电或者是其他的用途。话说啊，发电的方式那么多，为什么我们独爱核聚变呢？因为总结起来，它有以下几个别人不具备的优势，它们分别是：第一，资源丰富。可控核聚变的主要燃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氘在地球的海水中含量很高，氚可以通过锂与中子反应产生，锂也是一种广泛分布的元素。据估计啊，地球上面的海水里面的氘，如果全部用于核聚变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足够人类使用几百亿年。第二，环境友好。可控核聚变的反应产物是无放射性污染的氦，不会产生温室气体或者是其他的有害物质，也不会产生长寿命的核废料，基本不会污染环境。第三，安全可靠。可控核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和压力才能够维持，一旦发生故障或者意外，反应就会自动停止，不会发生爆炸或者是熔毁的危险，也不会对周围造成辐射的危害。第四，
经济性能优异，可控核聚变的能量输出远远大于能量输入，能量增益因子也就是 Q 值可以达到10倍以上，即输入50兆瓦的能量能够输出500兆瓦的能量。这意味着可控核聚变的运行成本和维护费用都很低，可以提供廉价的电力。但是以上都是理想。在实际的可控核聚变反应堆里面，想要实现能量的正增益实在是太难了。实际上 JT60SA 要做的就是帮 ITER 验证能量正增益的问题。虽然这台4层楼高的机器设计可以将加热至2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保持约100秒，已经远远长于以前的大型托卡马克装置了，但是离稳定的、持续的、经济的让等离子体运行并输出功率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对了，说到这儿，我就得要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托卡马克装置了。它是实现可控核聚变技术路径的其中的一条，被我们称之为磁性约束。托卡马克装置长得很像是一个甜甜圈，为什么是甜甜圈呢？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四周密闭着磁线圈的环形聚变室，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强的磁场，将被加热成温度远远超过地球上所有耐热材料的极限高温的等离子体束缚其中，让它们持续在那儿保持正确的密度和温度，创造出急迫斥力，实现原子核之间聚合的条件。但它们目前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它持续保持燃烧啊！我是可以在一开始靠出大量的能量加热等离子体点燃核聚变，但如果这样的聚变在之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还要靠我不断的往里面去输送能量，那我这是要干嘛呢？只是点火来玩吗？显然不是啊。这就是我们想要急迫解决的问题了，能量的正增益。但问题就在于，无论约束等离子体的磁场有多强，或者是形成的有多好，它总是会碰上漏网之鱼的。因为围绕磁场线盘旋的正原子核或离子会发生碰撞和散射，最终难免会漂移出磁约束的场地了。而要是飘出去的燃料多了，燃烧不就无法持续了吗？唯一已知的解决方案就是使反应堆更大，这样散射离子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等离子体的边界，因此在此期间呢，还可以发生更多的聚变。有点简单粗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ITER 为什么有6层楼高，而 JT60SA 也有4层楼高了？它们就是为了给等离子体提供更大的包裹空间嘛。可不过，就算是这样的尺寸，仍然不足以维持等离子体的持续燃烧并带来能量，只能算是一个更大的测试装置而已。好，这个问题还悬而未决。接着呢，第二个看起来更加实际的问题来了：就算是我们能够持续点燃里面的核聚变了，那该怎么提取出它所产生的能量呢？哎呀，这又是另外一个笑话啊！即便人类科技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咱们还是得要靠烧水来提取其中的能量。托卡马克装置使用刀穿聚变成氦的反应产生能量，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会以快速高能中子的形式释放出来。中子啊是个不带电荷的电中性粒子，所以不会加热等离子体，也不会受到磁场的限制，一旦产生就会到处乱射。于是我们就专门为它准备了厚厚的防护罩，让它打在上面，给防护罩升温，再用这个温度把水蒸发成水蒸气，从而为涡轮机和发电机提供动力，生产出我们想要的电力了。不过问题是，中子的持续轰击使屏蔽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并变得非常具有放射性，给拆除、更换和处置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太清楚，而且看起来它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洁了，对不对？好，第三，核燃料的获取也是个问题。目前我们使用的是刀穿聚变反应，理由是它们发生在所有可能的核聚变燃料的最低能量状态和最低等离子体温度下，因此更容易点燃和保持点燃。虽然理论上刀和氚在地球上都不少，但是氚这家伙其实在自然界中并没有大量存在，它需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才行。以今天的生产能力，我们都无法制造足够的氚来持续为 ITER 提供动力，就更别说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需要实际发电的可控核聚变电站了。所以，虽然这次 JT60SA 反应堆正式点火运行，但咱们离解除可控核聚变的魔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好，说完了在日本的 JT60SA， 那最后咱们再来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可控核聚变之路上走得如何吧。
先说咱们中国的，我们目前有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和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3号。EAST 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并运行的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实验装置，曾经创造了在 1.2 亿摄氏度下运行101秒的世界纪录。环流器3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行的最先进的核聚变实验装置，能够产生1.5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接着是美国，它有美国国家点火装置 NIF 和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 LCLS-2X 射线激光器。NIF 是世界上最大的激光装置，采用惯性约束的方式来实现核聚变，曾经在2022年1月实现了一次称之为燃烧等离子体的现象，其聚变燃料自行输出能量超过了输入能量。这是通往可控核聚变的一个关键里程碑啊 ！LCLS-2 是世界上最亮的 X 射线激光器，能够观察和控制核聚变等离子体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然后就是日本了，除了 JT60SA 呢，它还有国际核聚变材料浮造试验装置 IFMIF， 这也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旨在研究和开发适合核聚变反应堆的材料，利用高能中子数模拟核聚变反应的浮造环境。当然，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可控核聚变研究项目，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和组织也在进行相关的研究，例如德国、英国、法国、韩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等等等等。可以看到，可控核聚变是一项具有巨大潜力和挑战的科学探索，需要全球的合作和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希望它真的不要再让我们等上50年了。